各位朋友，大家好。公元1908年，已经被软禁很久的光绪皇帝突然暴毙，终年38岁。一时之间，关于他的死因是众说纷纭，很多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但当时的清朝实录以及后来的正史都清楚无误地表明，光绪皇帝是病死的。但在民间，关于光绪皇帝死因的猜测一直没有中断。进入到了20世纪，这时候光绪皇帝的陵寝茂陵已经被盗。在1980年，有关专家包括医学专家、历史学家、档案学家等等，组成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对光绪皇帝的遗体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查，目的就是为了探明光绪皇帝的真实死因。经过对光绪皇帝的遗体初步检查以后，有关专家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由风湿病、肝病、心脏病等引发的急性感染，他真的是病死的。从那以后，光绪皇帝的死因就算是盖棺论定，光绪皇帝死得很正常。到了2003年，清史的编纂组希望对光绪皇帝的死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这时候光绪皇帝已经重新入殓，肯定是不能检查他的遗体了。但幸运的是，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的一部分头发并没有同时安葬，还存放在博物馆内。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这些头发就被送到了有关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一次法医学的鉴定。鉴定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光绪皇帝的体内砷的含量超过了现代正常人的2000多倍。砷还有一个大家更加熟知的名字，叫砒霜。所以检验结果无可辩驳地表明，光绪皇帝是死于砒霜中毒，他是被人毒死的，而且还不是慢性的中毒，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的摄入砒霜致死的。光绪皇帝的死因终于是大白于天下。那么毒死光绪皇帝的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呢？有人说是李莲英，因为李莲英曾经害死了珍妃，所以他怕光绪皇帝报复。还有人说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搞砸了光绪的百日维新，他也担心光绪帝报复。但更多的疑点还是集中在了当时的慈禧太后的身上。如果冤鬼索命的传说是真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相信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害死的。因为在光绪皇帝死后不到20个小时，慈禧也死了。莫非这是被冤杀的光绪在向慈禧索命呢？不过对此，启功先生却认为，很有可能是慈禧太后在弥留之际命人下毒杀了光绪帝，而且很有可能在光绪皇帝死之前，慈禧已经去世了，但密不发丧，先公布光绪的死讯，然后再公布自己的死讯。当然了，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在这里呢，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光绪皇帝的死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不过是想以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引子，同时呢，也说明一件事情：有时候正史记载的未必就是真的，民间传说也未必都是谣传，最终时间能够证明一切。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那么为什么在1980年那次检查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光绪帝是正常死亡呢？当时不是也有医学专家在场吗？为什么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法医学鉴定呢？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是什么情形，现在已经是无从得知了。我只知道得出光绪皇帝正常死亡的根据是基于当时的脉案。所谓的脉案就是太医给皇帝的诊脉记录，由此脉案推导出光绪曾经患有风湿病、肝病、肺病等等很多病，最后合并了急性感染，最后死了。至于为什么放着现代的科技手段不用，而采用清朝时期的脉案，我就无从得知了。在光绪皇帝之前，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位皇帝，他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突然暴毙而亡，他的死因也是在脉案的基础上认定是正常死亡。
但也像光绪皇帝一样，他的死一直受到质疑。有人说他可能是被害死的，但正史和光绪皇帝一样，也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是正常死亡。那么这位皇帝的死因会不会也像光绪皇帝一样，不知道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被重新认定呢？这一天是不是要等到明13陵中的康陵被打开的那一刻呢？康陵中安葬的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最为著名的荒唐皇帝，他的年号叫正德，他的名字叫朱厚照。正德之死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明武宗朱厚照，国号正德，在他之前的皇帝是他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他是明孝宗与张皇后所生的儿子。明孝宗我们以前讲过，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他的后宫中只有一位张皇后，所以他的所有的子嗣其实也就只有2个，都是张皇后所生。朱厚照还有一个弟弟，不过在3岁的时候就薨逝了。有些朋友可能对明朝的历史还不是特别熟悉，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的捋一下。从正德皇帝算起，往上就是他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年号是弘治。弘治皇帝之前是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是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就是那位专宠万贵妃的皇帝，他的父亲就是朱祁镇。朱祁镇有2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是正统，后来土木堡之变以后，他的弟弟朱祁钰继位，年号是景泰。夺门之变以后，朱祁镇复辟，又当了皇帝，年号就变成了天顺。朱祁镇之前就是明朝历史上的仁宣之治，分别是明仁宗朱高炽以及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分别是洪熙和宣德。再往上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分别是明成祖朱棣，年号是永乐；明惠宗朱允文，年号是建文；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而正德皇帝以后呢，就是嘉靖皇帝、隆庆皇帝、万历皇帝。再以后是明光宗朱常洛，短短的1个月以后就驾崩。再以后就是那位著名的木匠皇帝天启。最后就是明思宗崇祯，到崇祯为止，明朝是16位皇帝。如果再加上南明的3个皇帝的话，那总共就是19帝。在这19个皇帝中，被公认最荒唐、最离谱的，就是这位正德皇帝朱厚照。按正史的说法，他的死与他的荒唐经历也是有脱不开的关系。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咱们先来说说正德皇帝是怎么死的。公元1520年，也就是正德15年，刚刚平定了南方的宁王之乱的正德皇帝，在回京的途中，路过了现在江苏省淮安市的清江浦，看到了清江浦一潭碧水，清澈透明。正德皇帝是玩性大发，他想像渔夫那样撒网捕鱼。在玩这个问题上，正德皇帝是从来不带犹豫的。他不顾众人的劝阻，滑到了水中就开始撒网。很明显，撒网捕鱼那可是个技术活，不是看着那么简单。果然，正德皇帝一网撒下去，也许是用力过猛，脚底不稳，他连同网一起跌入了水中。皇帝落水，事态紧急，刻不容缓。于是，在场的文官集团以及宦官们就紧急开会讨论对策，要把皇帝救上来。当时呢，就有人提出说，我们应该效仿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那个故事，我们可以往湖中扔石头，把这个池塘用石头填满了，皇帝自然也就上来了。但当时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说你这种方法耗时耗力，关键石头还挺贵，从经济上考虑并不划算。于是有一个文官就建议说，咱们这里石头不多，但是太监很多，京城中太监更多。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宫中的太监总数是历史上各朝代中最多的。有的文官就建议说，咱们大明朝最富裕的就是太监，不如把这些太监都投了河，这样至少也算是废物利用。
当时马上就有太监表示反对，说我们太监确实数量挺多，但大部分都是在京城的，在场的可没几个。如果现抓太监的话，至少你还需要做一手术，倒不是说我们太监惜命，关键是不是赶时间嘛？所以最好还是将你们这些文官扔进河里去。在场的文官虽然不多，但附近还有很多的读书人呢。这些人不用做什么手术，直接扔到江里头，马上就可以将皇帝救上来。文官集团也马上有人反对，双方就开始争执不定。这时候又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说要不然这样，咱们做一个大点的铁笼子，然后在铁笼子里中放入一些鸡肉或者一些鱼肉，将铁笼投入水中。咱们的皇帝可是一位美食家，闻到香味可能就钻到笼子里了，这样咱们就把皇帝打捞上来了。当时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你这方法好是好，不过好像是捕皇帝蟹的方法，能不能由此抓到皇帝，还真的很难说。同时又有人质疑，铁笼里面应该放什么样的肉，是鸡肉还是鱼肉，是红烧的还是清蒸的？我们的皇帝到底喜欢哪个口味？他现在是不是正在节食？如果你破坏了皇帝的减肥计划，那皇帝上来以后予以重责，谁承担这个责任？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正德皇帝扑腾扑腾地爬了上来。大家一看是大吃一惊，马上双方就联起手来，对正德皇帝说皇帝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该怎么救您？所以呢，您还是在水里再多等一会儿。于是双方合力将正德皇帝又推入了水中，正德皇帝就这样驾崩了。当然了，这只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实际情况是，正德皇帝落水以后，与他随行的2个持水性的太监马上跳入水中，将正德皇帝救起。正德出水以后还笑称，你们2个人从水中捞起了一个水滴。但毕竟那时候已经是9月份，水还是比较凉的。正德皇帝应该是受了寒，所以被救上以后不久就开始有点感冒发烧。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姓卢的太医为正德皇帝诊脉，一诊之下，结果令人大惊失色。这位卢姓太医得出的结论是，正德皇帝冬得夏脉，命不久矣。那么什么叫做冬得夏脉呀？据《黄帝内经》记载，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为五邪，皆同命，死不治。也就是说，冬得夏脉乃是五邪之一，有了这种脉象的人，就是得了不治之症，没救，必死无疑。这一诊断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这位卢姓的太医并不是正德皇帝最信任的太医，正德皇帝最信任的是一位叫吴杰的太医，他经常随侍正德皇帝。不过呢，因为正德皇帝在南巡之前，吴太医说皇帝身体不好，不宜远行，遭到了正德的斥责，将吴杰留在了京城。所以正德与一干大臣就急急忙忙地从江苏昼夜兼程赶回了京城，然后又让吴杰为正德诊脉，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正德死定了。不过那时候正德皇帝只是有一点感冒发烧，在随后他还主持了受服仪式，当时他是身穿着重甲，骑在马上。受服仪式持续了挺长时间，正德皇帝也都能坚持下来。再以后，正德皇帝就回到了宫中，接受了太医的治疗。然后就是3个月以后，正德主持了祭天仪式，但这个仪式并没有进行完，正德皇帝就因为咳血不止，被迫终止了这个1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这时候的正德已经是病势沉重，又过了3个月，正德驾崩。按照官方的说法，正德皇帝是病死的。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整个过程，合理的推测应该是正德皇帝在之前已经患有某种不治之症，落水以后受寒，诱发了这种病症的发作，最后导致不治。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肯定是有。根据《武宗实录》记载，正德皇帝在他12岁的时候曾经得过一场病，长达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痊愈。后来在正德3年、4年的时候，他又跟老虎打架，结果被老虎打败了，身上受了很重的伤。要不是及时得到救治的话，那条命那时候就已经丢了。这些都可以说明正德皇帝的身体并不是很好，也许他真的有什么隐疾。所以说正德皇帝是病死的，确实可以说是有理有据，就像当年说光绪皇帝是病死的一样。但这种说法还是存在着一些疑点，毕竟正德皇帝去世的时候只有31岁，正当壮年。他落水的地方是在江苏省淮安，是在中国的南方，又是在9月份，那时候南方的天气并没有特别冷，水里的温度应该也在10几度。正德落水以后马上被救起，有人说呢，他因此受了惊吓，但实际上正德出水以后还跟别人笑谈说他们捞起了一个水地，所以惊吓之说实在是站不住脚。那么是不是因为寒气入体呢？明朝的时候肯定没有像现在这样医学发达，但姜汤水总是有的，厚棉被也总是有的。而且正德皇帝那时候毕竟只有30多岁，真的就这么简单的落次水就能导致寒气入体吗？这点呢还是颇令人迟疑的。再有就是太医诊脉，2位太医根据正德皇帝的脉象都得出了不治之症的结论。那么怎么以前就没有发现他得了不治之症呢？当然了，也许是因为这次落水受寒造成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短暂的落水，然后马上就被救起来，实行保暖。经过这些处置以后，这次落水还会给年轻的正德皇帝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此外还不能忘了，还不能排除太医因为毛种缘故作伪的可能。这点呢，一会儿我会再谈及。虽然有记载说正德皇帝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正德皇帝从小是习武的。他之所以选择而且喜爱习武，这肯定是和他本身的身体条件有关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本来就病病歪歪的，一走路就喘的话，他怎么会喜欢让自己骑马射箭、舞刀弄枪呢？而且从小习武本身也应该对他的身体大有好处。如果他真的身体不好，他怎么敢去跟老虎打架呢？他又怎么能担得起庙号武宗的这个武字呢？关于正德皇帝成年以后的身体状况，《明实录》也有过一段记载，是这样说的：据《明实录》记载，正德帝巡视西北，沿途行军时，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石，冲风雪，背历险恶，有丝具辇以随，也不遇。焉似从者多并备服之，而上不以为劳也。意思就是说，正德皇帝骑着马往返数千里，全身戎装，有遇辇都不成，其他跟随他的人都已经体力不支了，但正德却不以为意。正德皇帝寻访西北的时候，与他驾崩也不过只有几年的光景，怎么几年的时间就能将一个往返驰骋数千里的铁人变成了一个死人呢？虽然说病来如山倒，但这样的事情毕竟还会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他真的是病死的吗？那么如果不是病死的，又能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有什么阴谋？难道是被毒杀的吗？谁会毒杀他呢？这些问题如果单纯的看正德一朝，也许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答案。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远一点，纵观明朝正德以前的政治结构，或许我们真的能发现一丝端倪。明朝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说起来呢，这一点还要归功于朱祁镇当年的冒险的御驾亲征，皇帝被俘，武官集团基本被团灭。那么此时政坛上只剩下了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的代表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后来又成功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挽救了明朝的命运。
文官集团也就开始由此做大。到了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这一朝的时候，明孝宗本人是宽厚仁慈，对下面的官员非常的仁义，这样无形之中反而是助长了文官势力的增长。所以当皇位传到正德手里的时候，文官集团的力量已经是尾大不掉了。如果说朱厚照是一个守成之主的材料，他能够完全按照他父亲留下的治国方略，在父亲给他留下的3位辅政大臣的帮助之下，按部就班的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话，那么也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朱厚照偏偏不是，朱厚照的聪明是有目共睹的，朱厚照从小就聪明。这里说他聪明呢，并不是那种客套性的赞扬，而是不管是他的父亲朱佑樘，还是下面的群臣，都一致认为朱厚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一般聪明的孩子都不会很乖很听话，朱厚照是特别不乖，特别的不听话，这也就为他后来成为了一位众所周知的荒唐皇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朱厚照登基的时候只有16岁，面对那些比他大了几十岁的老臣们，他一向是非常的谦恭。那些大臣们批评他不务正事、贪玩，他经常都是一一点头，然后表示自己一定要认真改正。当然了，改不改那最终是他的事儿。后来顾命大臣刘建和其他几位大臣归纳整理了全国各地大臣们对正德皇帝提出的意见，把这些意见装订成册，做了一个精装本，呈送给了正德皇帝。主要就是列举了正德有5大缺点，其中包括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不行；皇帝在宫中乱转，不行；皇帝在北海划船，不行；皇帝喜欢打猎，更不行；皇帝喜欢吃零食，也不行。这不行，那不行。文官集团是想把朱厚照塑造成一个天天思考着天理人欲，坐在深宫中的那么一个乖乖的皇帝。可朱厚照偏偏不是，这就难怪到了正德2年，离开了紫禁城，搬到了豹房去住。豹房是在现在的西华门外，那并不是一套宫殿，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帐篷。豹房自然是有豹，据说是有3、4只豹，还有猛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当然了，还有美女。豹房成了朱厚照的主要办公场所，他在这里头可以自由地放飞自己，可以跟他喜欢的那些人，比如说江彬，比如说以刘瑾为首的8个太监，人称8虎。这些人当然不是什么忠臣良将，朱厚照和他们在一起，自然也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这些事情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从网上查一查，应该能看到很多。但如果你说朱厚照就是想要那么简单的快乐，就是因为贪图享乐而这样荒唐下去，他是为了享乐而荒唐的话，那恐怕你也就太低估朱厚照了。在他荒唐的背后，其实是有他明确的政治目的的。明朝很多皇帝都重用宦官，从王振、刘瑾一直到魏忠贤，宦官之乱从来就没断过。那么明朝皇帝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宦官呢？其实这也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很有关系。历朝之初，朱元璋就废除了丞相制，这样呢，就使得以前官场中丞相一派与非丞相一派官员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所有的朝臣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朱元璋、朱棣2朝，武官的势力还很大，勋贵的势力也很大，文官的势力还显现不出来。而到了土木堡之变以后，皇权和勋贵的权力大为削弱，文官的势力也就自然突出出来了。文官的势力一大，自然就限制了皇权。那么皇帝能怎么办？自然就会找一些帮手。他能找到的帮手，要么就是外戚，要么就是太监。外戚他肯定指不上。以前我们讲过，明朝有一个惯例，皇子们的妻室大部分都是出自于平民家庭，没有什么政治根基。所以大家看明朝的皇后，大部分都不是出自于以往的那些名门望族。
这些家庭本来就没有什么背景，所以皇帝也无法从他的母族中获得支持，那么只能依赖于自己身边的太监。所以虽然说朱元璋立下了祖训，甚至将他的祖训铭刻在碑石之上，说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者斩，但宦官专政这事儿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就没有断绝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皇帝他很需要这些宦官助他一臂之力。皇帝希望呢是让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斗，然后皇帝从中斡旋平衡，坐山观虎斗，这样才能为皇帝争回一些他的权利。所以重用宦官是正德皇帝与文官集团权力博弈的一部分。除了宦官以外，正德还需要一个人设，就是一个荒唐皇帝的人设，越荒唐越好，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文官集团的警惕性，让他们会不小心忽略到他荒唐行为背后的真实目的。建立这样的人设对于正德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基本上来说那就是本色出演。朱厚照最想夺回的权利自然首先就是军权，所以朱厚照就自己封自己为大将军、总兵官，而且还改了名字叫朱寿。明明自己是个军，偏要做臣，自己没事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磕头，这个行为实在是太荒唐了。但也正是借助这样一个荒唐的行为，朱厚照竟然真的能够带兵，而且还带着兵跟蒙古人打了一仗。这场战役呢，被称为英州大捷，或者叫英州战役，是发生在公元1517年正德12年。英州属于当时山西的大同府，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的英县附近。交战的双方是朱厚照或者说是朱寿率领着6万明军，和蒙古的鞑靼部达延汗，又被称为蒙古小王子所率领的5万蒙古铁骑。有人说这是一场遭遇战，是朱厚照率兵不巧就遭遇到了蒙古的骑兵，但实际上蒙古骑兵绝对不会是小股骑兵的日常侵袭，5万蒙古铁骑基本上可以算是蒙古鞑靼部的倾国之兵了。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入侵，而正德也是有计划的迎击。在此次战役中，朱厚照一改自己以往的荒唐人设，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上战场，在持续总共5天的战役过程中，还曾经身历险境。最后这场战役的结果算是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这一点实际上是殊为难得的。大家想一想，在土木堡之变中，明军是有20万兵力，而迎战的瓦剌部的人马不过只有3万，明军还遭遇了惨败，勋贵经此一役折损大半。那时候的明军还有着跟朱棣一起征战的那些老将们，所以朱厚照能取得如此的战果，实在是殊为难得了。据《明实录》记载，经此一役以后，鞑靼人10几年来不敢入边，即使来犯边也不敢入内太多，这应该归功于此战的结果。当然了，这或许与达延汗此战以后很快病故，蒙古部落再次面临分裂也有关系。皇帝亲自率兵击退了蒙古人，这本来是一件令人弹冠相庆的事情，但京城内文官的表现却让正德皇帝很失望。一方面呢，他们是说皇上不应该亲涉险地，应该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坐在9重深宫之中，想想天理人欲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们大大的贬低这场战役的战果，说此次战役蒙古人被斩首16人，明军死伤52人，还有500多人受伤。虽然说斩首的人数与战争中实际死亡的人数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数字还是很明显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成果。大家可以想一想，明军与蒙古军两军加起来超过10万人马，在5天的时间里相互厮杀，且不说他们手中持有火器，持有刀剑，就是说他们每人手里拿着是一个枕头，这5天里人马相互厮杀，人马践踏而死的人数恐怕也不止这个数字吧。虽然说战绩被低估，但朱厚照也不以为意。
毕竟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通过这次战役，他掌握了一部分的军队指挥权，培养了自己的人马。正德14年，朱厚照决定南巡，当时就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力阻挠。文官集团中有100位官员被当庭停杖，11名官员被停杖打死。其实朱厚照还算是比较客气，他只给每人30停杖，但这样依然有11人被直接或间接的打死，可见停杖之毒狠。说起来啊，明朝的官员到了正德年间真的是不太禁打了。想当年在朱元璋朱棣的时候，那时候的官员个个似乎都练就了铁布衫，朱元璋动不动就给他们100停杖。那些官员被打了100停杖以后，就跟没被打似的，跳脚着喊老朱再加100。有些官员都被直接打到土里了，人站起来以后，地上能形成一个人形坑。就这样，每个人还都像顽强的小强一样，打不死我还直谏。有意思的是，在史书中关于正德皇帝这次停杖大臣打死11人的事情被说得很小很小，而被大书特书的则是嘉靖帝在大礼仪事件中在左侧门打死了19名大臣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正德这次停杖被一笔带过，而嘉靖却被大书特书呢？这种前抑后扬到底又是因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文官集团不想让后人看到他们与正德皇帝的矛盾已经激化？另外顺便说一句，被停杖的大臣中就有太医，太医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因为大臣的极力反对，朱厚照取消了这次南巡。过了3个月，宁王朱宸濠造反，朱厚照就借这个机会再次南巡。这一次大臣们没有拦住他，也就是这次南巡在朱厚照回来的途中落水，以致病故。那么文官集团为什么极力阻挠朱厚照南巡呢？是不是真的担心皇帝的安危呢？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吧。当时土地兼并非常严重，文官中的很多人都是江南的富豪，他们可能不希望皇帝的南巡会查明他们在南方兼并土地的事实。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宁王曾经贿赂了大量的京官，据说宁王手里有这些京官的花名册，就是受贿者的名单。那么会不会正德通过此次南巡和宁王朱宸濠的供述，已经掌握了很多京城官员大量兼并土地或者是受宁王之贿的证据？而这些会不会成为朱厚照的死因之一？朱厚照曾经最信任的太医吴节也是阻挠朱厚照南巡的官员之一，所以朱厚照这次没有让他随同前往。而且朱厚照在病重期间曾经让太监带话给当时的首辅杨廷和，让他在民间选一些良医为他诊治。朱厚照说，目前的宫中的太医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看看民间能不能找到高明的医生。但杨廷和并没有遵照办理，为什么？有人说杨廷和理解了皇帝的意思，是告诉他因为朱厚照没有儿子，所以朱厚照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近的时候，隐喻地告诉杨廷和要在宫外的皇亲中为他找一位皇室的继承人。这种说法我觉得不大靠谱。正德驾崩以后谁来继位，这样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用隐喻的方式告诉杨廷和呢？万一杨廷和理解错了呢？当然最后选择的是他的堂弟嘉靖，但这种选择应该是他与杨廷和以及他的母亲张太后早就计划好了，不大可能在这最后的时刻还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实在是太不保险了。咱们再来说说明朝的太医。明朝的太医是世袭的，当然了，他们也会从外面招一些能力强的医生，所以太医的水平是良莠不齐的。确实有一些太医可以做到悬壶济世，药到命除，不是药到病除。比如说有一位太医叫刘文泰，当年明宪宗朱见深就是被他给治死的，史书上明确无误地表明那是一次医疗事故。明孝宗继位以后想治罪刘文泰，当时的大臣们极力反对，说刘文泰也没有什么大错，不过就是治死了一个皇帝而已，你也不要当医闹啊，咱们和平解决。最后明孝宗也是被这个刘文泰给治死了。正德皇帝继位以后也想治罪他，
最后也是受到大臣们的阻拦，说他也没有什么大错，不过才治死了2个皇帝。最后刘文泰只是被发配，遇到大赦，还回到了故乡，最后得以善终。这个刘文泰最早并不是太医，他是4品的通正，然后转身就成了太医中的首席官员。至此，关于正德皇帝死因的猜想，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然了，这些不过是一个猜想，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产物。至于真相到底如何，咱们还是留待时间和科技去证明吧。我只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上更加全面的正德。它绝对不会是仅仅是荒唐那么简单。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正德，但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正德。相对于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会自愿或不自愿间被戴上了面具，扮演别人希望他们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正德皇帝可能是个例外，他被戴上面具，但他总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个面具撕开。而就在他撕开面具露出天性的那一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人。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